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叫做果熟自堕，福熟自度。这是佛法上的一句真理呀。顾名思义啊，意思就是树上的果实成熟了，自己就会掉下来；人的福报成熟了，就可以度到自己啊。那果实成熟了就会自己掉下来，那这个道理连小孩子都懂啊，很容易懂。但是一个人的福报成熟了，就能度到自己，这个道理就没有解释，大家不一定听得懂，所以要好好的来解释，否则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呢。先举个例子来解释啊。佛陀时代啊，有一次佛陀要去舍卫城啊。那舍卫城里面的人都知道佛陀要来啊，人人都以欢喜心呢，去清扫街道啊，准备迎接佛陀的到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外道的修行者想趁这个机会来对佛陀呢，来毁谤佛陀啊。他们就去游说一位屠夫啊，叫这个屠夫呢拿猪肉来供养佛陀，要让佛陀呢难看，让佛陀尴尬。那这位屠夫呢心宽念存啊，知道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来供养佛陀，当然很欢喜咯，就很恭敬很虔诚的拿猪肉要去供养佛陀。可是他又想到说，我们这个杀猪的行业是不洁净的，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好，对佛陀不恭敬呢？那起个念头之后呢，外道就要这位屠夫，没关系，你不要怕，你直接去问佛陀啊，看佛陀敢不敢接受啊。结果想不到佛陀欣然接受他的猪肉供养啊。那众人就很不解了，就问佛陀啊，佛陀你为何要接受这样子的供养呢？那外道更是借题发挥啊，质问佛陀啊，怎么可以接受屠夫的猪肉供养呢？这个时候呢，佛陀只淡淡的说一句话，因为大家都有疑惑了嘛，那这个时候佛陀淡淡讲一句话，也就是我们今晚的主题。佛陀讲果熟自堕，福熟自度。佛陀呢告诉这位屠夫啊，凡事有因有果，恶业的果如果成熟，那自然就会堕落善业的果如果成熟，自然就会有得度的因缘呐。你虽然从事杀业，但是有一念的善根福缘呐，所以自己可以度自己了。那这群外道听到佛陀这样的回答呢，人人心悦诚服，口服心服，也心开意解觉得佛陀这个说法很圆融，所以这些外道就很佩服大家都不约而同呢来到佛陀的面前呢恭敬顶礼，请佛帮他们皈依成为佛教徒这是外道婆罗门教成为佛教徒那这是一段佛典故事了。这一则故事呢提到，有的人看到别人在行善积德呢，不但没有随喜赞叹还毁谤他人就好像故事中的婆罗门不怀好意找了这位屠夫杀猪要来供养佛陀，借机发难，想让佛陀难堪这些外道们的心是这样想他怎么想？佛陀如果接受屠夫的供养，而赞叹屠夫，哎呀，你很有心很有福德。如果佛陀这样讲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去讥讽佛陀说，屠夫都杀生无数人，为什么佛陀你说他有福德呢？相反的，如果佛陀说屠夫杀生是有罪的，那他们就可以趁机来刁难佛陀责问佛陀屠夫虽然造杀业，可是他屠夫今天是供养佛陀难道就没有福德吗？这些婆罗门教真的是不怀好意的结果佛陀这样的回答呢，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佛陀说造作恶业就会受罪报，累积善业就会得到福报，罪报跟福报都是各自成熟，各自受报，无法互相替代。如果种下的种子不同，则得到的果实当然也是不同。
果实是苦涩的呢，还是甘甜的呢？是随之有所差别啊。换句话说，屠夫造杀业会受罪报，但是屠夫供养佛也能得到福报。罪报跟福报都会各自受报，彼此不能互相替代的啊，道理是清清楚楚的，没有模糊的空间呢。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说：复作不善子不待受；子作不善，父不待受。善自祸福，恶自受殃啊！意思就是说，一切自作自受，任何人都替代不了。就好像吃饭睡觉啊，不能由别人来替我们做啊。个人吃饭是个人饱啊，不能说我多吃一碗的回向给你啊，或我多睡一点回向给你啊。即使是至亲如父母子女啊，也不能互相替代来承受业报的哦，都是要各自自作自受哦。有一位弟子啊，跟他的师父说啊：“师父，我很羡慕别人很有钱，但自己却得不到，很苦恼。”这师父就跟这个弟子说啊：“请你给我台币1万块。”弟子回道：“我就是没有钱呐。”那师父说：“那去银行拿。”弟子就回答了：“我银行也是没有钱呐。”那师父又说了：“那去领别人的钱呐。”那弟子就回答说：“哎呦，师父，别人的钱我怎么领得到啊？”师父马上回答：“所以咯，你只能用你自己的钱。这样你想通了吗？”这位弟子呢，终于恍然大悟啊！原来福报跟业报也是这样的道理呀。别人的福报是别人自己所造，我们享受不到；自己的业报也是自己所造，别人无法替我们受报啊。我们只能以自己所造之福去转自己所造的业，叫做以福转业。这个道理就是福熟制度啦。这样子大家听了就很了解了嘛。对，你做的善事够了，因缘成熟了，自然而然就可以以福转业，就救了自己，度了自己啊。意思是这样子嘛。福德因缘成熟了，才度得了自己，也才救得了自己嘛。这都是自己的功课啦，要靠自己去完成啦，别人帮不上忙啦。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转业，也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转运。转运或转业都要靠自己。佛陀不但不能帮我们消业障，也无法帮我们改习气，这些都要自己来。佛陀自己也有过去所造的业需要自行受报啊，叫做余报未尽嘛。以前我们常常讲嘛，佛陀或师父们也没有办法帮我们觉悟或解脱啊。但这些圣贤，他们有经验、有智慧，可以告诉我们解脱跟觉悟之道啊，告诉我们正确及可行的方法。这个就是我们来学佛的目的嘛，亲近善知识的目的在这里嘛。今年过年期间呢，有人问我了，台北有没有比较灵验可以改运的地方啊？那我就介绍了台北最大间的给他，叫做台北转运站。不止台北啦，很多城市都有转运站。我看你要转去哪里都可以，方便的很啊。有一位大德问我了哈。要如何才能转运呢？问我这句话，我回他：平常就要懂得自己转，叫做自转乾坤，自转法轮。那他又问那什么是公转呢？你刚刚讲自转嘛，那什么是公转？我回他：一群凡夫，大家一起心随境转，而落入困境，这个叫做公转。所以自转比较单纯啦，公转比较复杂啦。自转的成本低，公转的代价大。自转是外境不转，人自转；公转会大家一起团团转。以上所讲的自转就是指自度啦。那要自度就要什么？福德因缘成熟，所以佛陀才说福熟自度嘛。一个人如果是一边行善，却又一边作恶，这他的善恶造作是
各自产生果报的哦，不可以互相抵消的哦。不可能用行善的方法想要来消灭恶业的恶报。那这样做就是什么？就是逆天行道，违反因果。同理，你恶业再大，也不能消灭你所做的善业的善报哦，是一码归一码。但是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好像看起来没有关系，对不对？其实是有关系的。看起来好像有关系啊，其实也没什么关系。那观念很重要啊。虽然呢，过去所造恶业跟现在所做善事彼此不能互相替代，但是如果我们改往修来啊，改邪归正啊，让善业不断增加，也就是一边诸恶莫作，一边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是让水桶不会漏水，也就是呢，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断。那众善奉行就是一直往水桶里面加水嘛，就是什么？就是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长，让它的水一直多起来啊，这样双管齐下，假以时日啊，水桶才会装满水嘛。也就是福报累积多了，自然就能以福转业嘛，以善消恶。结果就是众业轻报啊，轻业化无啊，大事化小事，有事变没事，就是这个道理啊。那善业跟恶业呢，虽然是各自买单呐，但各自的消长会造成善恶比例的不一样哦，这个会产生很微妙的变化。也就是说，善业跟那个善业的比例高的话啦，那恶业的比例就会相对的降低嘛，这样就是众业轻报嘛，轻报化无啊。那相反的，恶业的比例高，相对的也会让这个恶业的比例呢降低了啊。那这个恶业也可能不是他这辈子所造的了，而是前世所造的了。那虽然这辈子有在行善造福，但福报累积的不够，造成现在的善业拼不过过去的恶业。这个就是善人行善却穷苦的原因在这里的。我们也不能只看到说社会上有好人受罪啦，或者有恶人享福啦，看到这种现象呢，就轻易的说善恶无报啦，或老天爷不公平啦，不可以这样子讲啊。好人之所以会受罪他受的是他前世所造恶业的果报嘛。那坏人之所以能享福，他享的是他前世所做善业的果报。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更容易懂了。就像一个学生过去行为不好了，被学校记了3次过，后来他改邪归正变成品学兼优的学生而被学校记了3个功。功过虽然不能相抵，刚刚讲不能互相替代嘛，对不对？但是以前的比例是多少？以前比例是0:3善业大输现在记功之后，善恶变成多少？3:3，善恶是3:3，双方打成平手而他如果继续表现良好，可能善恶的比例呢继续会拉开到4:3、5:3，越拉比例越开了嘛这个就是善业大于恶业的啦。这个时候呢，人家不会说，哎呀，这个小孩子以前多坏多坏，一直讲他过去，不会，因为这已经是过去了嘛，而会说，这个小孩子已经脱胎换骨了，这个是现在进行式现在是励志向上的楷模这个道理是什么？因为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他的未来，佛陀也有他过去举一个公案来解释有一次佛陀经过一处长满了荆棘的丛林荆棘各位披荆斩棘有没有？荆棘什么意思荆棘就是丛生于山野间的带刺的那种小灌木小树木那荆棘丛生会阻碍道路嘛，所以荆棘2个字呢是用来比喻艰险的处境或者纷乱的局面，都用荆棘的。这个荆棘我们先解释一下了那佛陀打算绕道而行但是不管佛陀是向左向右，不管是往哪里走，都会被荆棘呢挡住而过不了。这个时候佛陀就说了
无路可走啊，这是造了很重的业，必须自己领受，自己承受。说完了，就踩在这个荆棘上走过去哦，很多刺啊，那脚当然被刺伤了啊，那被刺到当然是坏事啊，坏事就是什么？都是恶业带来的果啊。那有人就很疑惑的问佛陀：佛陀，为什么你还会被荆棘所刺伤呢？佛陀跟大家说啊，过去我曾经为了救500人而杀一个人啊，今天被荆棘刺伤，我必须领受我的余报啊！这个是很多学佛人都知道的一个公案了哦。事实上，佛陀的身体是佛体或法体，而不是一般人的肉体啊。虽然佛陀的身体虽然有血肉之躯啊，但没有任何的脏污，是很清净的，所以也不会有伤口。不过，除非我们的见地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哦，境界达到一定的程度啊，否则我们很难相信说佛陀不会有伤口了，不相信的。因为我们明明看到有伤痛啊，有伤口啊，就像证严上人或一些诸山长老也是一样啊，他们也是会有病痛的折磨啊，但他们有受报之事，没有受报之苦嘛。这伤而有受伤，但是伤而不痛啊，痛而不苦啊。这个我们如果没有境界或者见地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哦，是看不到这样的门道啦啊。所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啦。上个月2月5号呢，一代大师啊，星云大师圆寂啊，非常的高寿，97岁。大师晚年呢，也因为三高而多次呢中风啊，又糖尿病缠身，又洗肾，也是有病痛的折磨啊。甚至大师也多次提到啊，自己也需不断的练习如何去面对死亡啊。星云大师说啊，对世间不贪不求，什么东西都不是他的啊，什么东西也都能随缘啊，因为面对死亡最怕的就是牵挂啊，造成舍不得死啊，这样就会对死亡呢产生恐惧。于是呢，他就开始练习面对死亡之际跟死亡之后的应对之道啊，了解透彻了，对死亡就不再挂碍了啊。这个是星云法师对星云大师呢对众的辞示，也是很好的身教跟言教啦。那这些高深大德的身教跟言教呢，就是留给弟子们跟信徒们的最大的遗产，叫做法身舍利啊。星云大师在他10年前就预立他的遗嘱啊，已经清楚的告诉大家，他没有舍利子，我没有舍利子。先讲好，圣严法师也是这样子啊，不提舍利子的事情了。这个就是佛知佛见，跟佛陀的知见是一脉相传的，这个就是正法。法身舍利重要过佛牙舍利或佛子舍利啊。法身舍利就是言教跟身教啊，所以依法不依人嘛，他人不在了，但是法还在啊，这个才是正知正见嘛。好，我们言归正传了啊。那刚刚讲，为何佛陀要视线被荆棘刺伤呢？原来当时有2个团体啊，各有20个成员呢，他们本来是个合作的盟友啊，但后来发生了纷争，变成对立的敌人呐。那甲团体本来是要计划把乙团体的成员呢全部杀光啊，但后来听到佛陀被荆棘刺伤的这个故事之后，他们就想了，过去成造的恶业，就算成了佛，好像佛陀一样，也不能一笔勾销哦。如果我们真的去执行杀人的计划，结果就太可怕了啊！不，也好在他们能够起这种正念的也不容易哦。所以不怕恶念起，只怕正觉迟啊。还好正觉来的不迟，正觉告诉他们要去找善知识啊，因为他们感到很害怕嘛，所以就去见了佛陀嘛。这个也是要有很好的因缘呐，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好因缘的。那把自己本来要杀人的计划呢，向佛陀呢发怒忏悔。那佛陀一看因缘成熟了，就为他们呢讲经说法。那使得这20个人呢悬崖勒马，及时回头而得到证悟啊。
这样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所以佛陀视线被荆棘刺伤的事情，也是为了达到教化众生的目的呀，不是很单纯的有病苦视线或者有受伤的视线而已。这个是要来教化众生的，表演给众生看的。佛陀当年呢，为了当年救了500个人哦，造了很大的善业嘛，对不对？佛陀要救500人，造了很大的善业啊。那佛经里面讲的500，不是真的500啦。讲3000也不是真的3000啦，这佛经里面讲这个都是形容很多的意思啦。那我们如果以1人1分来算的话呢，救500个人就可以加500分嘛，对不对？那杀1个人就是扣1分嘛。所以佛陀在权衡轻重之后呢，选择要救500人而杀1人。但事实上，佛陀做这件事的重点不是为了要救那个500人啊，而是为了救那个打算杀人的人啊。因为当时佛陀还没有成佛啊，他还是一位菩萨啊。他知道那个人杀人的计划呢，也知道如果他的计划得逞的话，不但这500个人会死啊，而且那个杀人的人也一定会堕入地狱。佛陀就想，我到底该怎么去救他呢？不让他堕入地狱，受地狱之苦呢，又可以让那500个人不会被杀死。佛陀想了很久。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打算行凶的人杀掉，但是佛陀也很清楚啊，一旦选择这个方法，自己就会下杀人的恶业啊，造下杀人的恶业啊，接着也会堕入地狱啊。可是为了救那500人啊，怎么办？这个佛陀又想，如果放任那一个人杀掉了这个500人，那这个人要受的地狱的苦呢，真是太大、太苦、太久了。所以只要让他不下地狱，我下地狱没有关系。佛陀是怀着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啊，把那个人杀掉。那请问各位，这样佛陀有没有造恶业呢？有没有啊？其实我们可以想想了哈，如果佛陀这样做也算造恶业的话啦，那拿着手术刀帮病人开刀的医生，那不就更惨了吗？每天拿刀的，不是造了更多的杀业吗？医生是为了不让病人遭受更大的苦，在治疗的过程中呢，医生会让病人先受到一些小苦，然后才能解决他的大苦。同理，小孩不爱上学啦，不爱读书啦，但是呢，爸爸妈妈为了鼓励他上学受教育，有时会采取打骂或半强迫的方式呢，要他们去上学嘛，对不对？这是为了利他而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些医生也好了，父母也好了，并没有造恶业啊，而是造善业。这个概念我们要理清楚。那同样的道理啊，医生不是要利用很多小动物来做实验吗？那心里所想的是如何，这些医生所想是如何来突破医疗水平，来救更多的人。虽然以小动物来做实验呢，或许有一些争议啦，但这样子的用心良苦也是可以谅解的啊。医学上以动物来做实验呢，目的是要救普天下的苍生嘛，这不是滥杀，也不是心存恨意。动机跟利益呢是良善的，虽然功过还是存在哦，但这种行为是为了救普世人类，所以也是功不唐捐呐。杀一个强盗而救了成千上万的百姓，表面上看起来有杀人的行为啊，是不慈悲的啊。可是那是为了救更多的人。其实这也是在行大慈悲啦，看起来不是慈悲，但是也是行大慈悲嘛。这个跟前面讲的佛陀为了救那500人而杀1人道理是一样的。佛法有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既然有世间法要做入世的事情啊，就不能不考量社会跟人生的实际生活跟它的现实面否则呢，跟现实生活脱节的佛教就做不到佛法生活化了，
这样要如何让大众接受佛法呢？是吗？其实医生替病人打针，也是会杀死很多病菌、细菌跟病毒啊。但医生的本意是为了救人嘛，是慈悲的行为嘛，不是杀生。那用药去杀一棵树是不对的，不可以。但是用药去杀树干里的病虫，这个是可以。所以世间法的用法上呢，杀生的这个戒律跟定义呢，也应该要从多方面去考量哦。这杀生的定义我们也是要理清楚啦，也不能拘泥于小节啦，死板板的啦。刚刚这样的解释，相信大家会更清楚明白杀生的定义啦。现在我们来谈另外一个课题，同样是人，为什么有人富贵，有人贫苦？为什么有人锦衣玉食啊，有人却三餐不继呢？其实这个都大家很清楚嘛，自受的因果不同嘛，并不是命运或老天爷对我们不公平怎样的因地修行就有怎么样子的果证福报。因果不但是相生相成，甚至是错综复杂啦。有位年轻人爬山遇难不幸头部撞到受重伤救难人员呢急忙打电话找脑科专家来急救。这位就有一位脑科的医生呢，立即动身前往不料在半路上被一个中年人呢拦截，抵着他的脖子说：“赶快下车，我要用车。”医生就急着解释我是医生有一个病人情况危急，正等着我去急救啊。那歹徒呢不等他说完了，就把医生拉下车了，就开着他的车呢就呼啸而去那医生又气又急赶快又再去找一辆车子呢，赶上山。等到他拦到车子赶到山上时的时候围在现场的救难人员一看到这个医生呢就顿脚呢叹气的说：“哎呦，医生你怎么这么迟才来啦？这个年轻人呢半个钟头前呢才往生的啦。”医生呢这个时候疲惫不堪的走近一看，年轻人果然已经是气绝身亡旁边蹲着一个哀痛欲绝的男子嘴巴一直呼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医生一眼认出这个人就是半路拦我车子的那个人，不觉得气上心头了，就一把抓住这个男子的衣领，就说：“就是你害死你的儿子。”原来那位男子在紧急中为了赶来看受伤的儿子不顾一切的劫车抢劫，想不到劫了赶来急救医生的车就这么凑巧，你说冤不冤枉所以有时你我他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但有因有果，而且是错综复杂。不但个人作恶是自作自受，甚至长辈恶业太重，也会余殃未尽而连累到自己的子女刚刚那个例子就是这样子对，劫车的爸爸就是自己的余殃连累到自己的儿子那为什么一个家庭会有余殃呢？因为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嘛，遭殃的殃啦。相反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嘛，这句话大家都懂嘛。其实一个家庭或一个人也好，只是积善也是还不够了。我们学佛后才知道，不是只有行善就好，行善行孝不能等对。那学佛之后才知道，只有积善还不够还要积德那司马温公家训里面有提到一句话很好他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享；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于冥冥之中，以遗子孙长久之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与其留财产给子女，不如积善跟留德当作传家宝。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很早以前马来西亚不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吗？世界重大新闻马航 MH370 班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联嘛当时飞机上有220
39个人全部都罹难了，飞机也找不到了。那本来吉隆坡有一位环保志工，是一位师姐，她本来要搭那一班的航班去北京出差的，但就在同一天的早上，她妈妈突然生病了。这位师姐看到妈妈病得不轻，那只好展延行程嘛，留在家里陪妈妈嘛，结果逃过一劫啊。以因缘果报观来解释呢，这位女儿在她的前世中曾救了前世的妈妈一命，这辈子换成母亲要来报恩呐、透过母女的因缘呐，在女儿即将出国当天的关键时刻呢，以重病示现，让女儿无法成行啊，用这个方式救了女儿一命啊。换句话说，妈妈那天如果不生病，女儿就会顺利成行而搭上死亡班机啊。妈妈在这么重要时刻呢生病，而救了女儿一命，看似巧合啊，实则因果，历历不爽啊。刚刚那位爸爸在重要关键时刻，一个过失，一个闪失，而让儿子失去被救的机会，看起来也是很凑巧嘛，对不对？其实剧本早就已经写好了。再举一个例子，2年前台湾的一个国标舞的女王叫刘真啊，大家都知道嘛，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啦。因为主动脉狭窄进行手术，原本以为只是小手术，成功率也是90%几以上哦，却在手术过程中呢，心跳骤停而去世，非常的冤枉，也非常的令人不舍。孩子这么小，那个时候孩子才5岁而已啊，那就有医师很无奈的又感叹的说啊，就算只是一个小小的常规的小手术哦，以目前先进的医疗技术来讲啊，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零风险。即使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几率只有1%而已，很低。但只要落在病人身上了，这1%的几率落实在这个病人身上了，对该名病人来讲就是100%了。讲得很有道理啊。也有人只是去拔牙，出意外往生也是有啊。所以实在是无法挂没事牌啊，因为因缘果报是错综复杂的啊。有福之人啊，即使得癌也没事；无福之人，只是喝水都呛死，出去游玩也会玩死。所谓事出有因啊，其中必有缘故，所以因跟缘都很重要。果熟自堕，福熟自度。这个果熟跟自度就是因缘成熟，因缘成熟才会产生很多的果报嘛，包括善报跟恶报嘛。正言上人呢曾经开示啊，要赶快接触善的环境，才不会在外面碰到太多的边缘，而不是碰到正缘。边缘不是好的助缘，正缘才是好的助缘呢。所以助缘也有好坏之分哦，而且助缘抵不过强力的主因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在心中种下了强力的善念跟正念啊，这就是主因了。而这个主因呢，自然就会招感好的助缘。主因再加上助缘，同理，心中是种下了强力的恶念，那要碰到善的助缘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频率不一样。有一次呢，我随师行脚到南部啊，有一位过去曾经因吸毒入狱啊，出狱后呢，投入慈济做慈济志工啊。那他借着自己浴火凤凰的这个惨痛经验，他与众分享啊。他说他自己出狱后呢，因为因念之间呢，接触善的环境，而碰到贵人了。在这个善知识的启发之下呢，走出边缘了。这是他走出人生谷底呢，也自此彻底改变一生的一大事因缘呢。其实呢，天助自助了，也是一样的道理啦。唯有自己先站立起来，走出第一步，别人才有可能扶我们一把啦。此际有一首歌叫做《阿爸看水牛》啦，阿爸看水牛啊，这首歌啦，对，他强调的是看牵的意思啦。如果自己不先自立自强走出一步，而躺在那里啊，变成阿爸拖水牛啊，这个就很难办的啊。你有在走，我帮助你，那个看水牛。
你躺在那里不动，拖追舞，这个就很难办了。自己不走，靠别人拖的也不是办法啊，这样也算是无缘。即使佛在也没有办法。所以人生要自堕或自度，也是一念之间嘛。万法虽然离不开因果啦，但一定要有缘的协助啊，才能显现。我们刚刚讲助缘啊，对。而这个好的助缘呢，就是正缘；不好的助缘就是边缘，旁边的边。所以佛法才说啊，法不孤起，藏尽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则应啊。藏尽方生，这个尽就是指因缘呐。世间一切的现象都是靠因缘和合才能产生果报，也就是有为法。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很虚妄，本身并无自性啊。这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啊。讲缘起性空很深但是讲简化一点，大家一听就懂。缘起就是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啦，性空就是做的当下无所求，空的。做就对了，就是入人群的宗门心无所求，就是入经藏的法脉，一个是世间法，一个是出世间法。这样解释大家就清楚明白了吗？对，那遇缘则应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功夫够因缘一来就相应了。功夫不够，也没有准备好，即使有因缘，也无法相应。所以要透过事情的考验，才会知道有没有真功夫有没有准备好以前我们常常讲嘛，有备才会无患无备就会有患那这个功夫要得力呢，就要什么？修福跟修道呢，相辅相成。愚痴的人只知道修福啦，却不晓得要修道。所以正言上人在语重心长提醒这些慈济志工不能只入宗门而不知法脉讲这句话，宗门就是修福，法脉就是修道。那很多人以为有在修福就是修道，误以为修一些福德就可以免除过去的恶行的果报，不是这样子就好像有的人杀了人了，他心想我布施一些钱财就可以将功赎罪哪有这么简单？行善布施或供养虽然可以得到福德，不过凡夫虽然有心在修福，但却无心修道。这个就是正言上人讲的嘛，只入宗门不知法脉嘛。不知法脉当然不能了解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不了解这个道理，这个要好好解释一下，很重要。好，博闻就是很喜欢到处听经闻法啦，四处听经闻法啦，或研究佛理啦。那爱道呢，就是很爱三藏12部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博闻爱道，结果是什么？道必难会了。为什么道必难会？因为只是听闻佛法或研究佛理但却不用脑筋去思考去体会。只是空思妄想而没有身体力行结果还是等于零。闻而不思，思而不修，所以很难跟佛法相应，所以才说道必难会嘛。那接下来守志奉道，其道甚大，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立下了坚定的志愿，立下了坚定的目标，也能够坚守我们的志愿，坚守我们的信心时时反观自照，反求诸己不向外去攀援，也不向外去追求能这样在道上面下功夫成就一定是很大的就能够在菩萨道上呢达到目的地得到很好的成就啦。换句话说，能够听闻佛法跟阅读经典以后，再进一步脚踏实地去身体力行，这就是守志奉道。其实这样的道理呢，也是要透过自己去实践，才会有所体悟啦。自己没有做，体悟还是很有限。就好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人家跟我们讲这杯水是温的，是烫的那到底是温到什么程度？到底是烫到什么程度只听别人讲也讲不清嘛。
必须我们自己亲自去喝这杯水啊，才知道啊它真实的温度是到哪里。佛法也是这样啊，你没有亲自去身体力行，实际体验，别人再怎么样说也是别人的感受啊。那你要有感受或心得，就要靠自己亲自去下功夫，去修持，去体会，才能有所了解，才能有所得啦。《论语》有一句话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也是说明闻思修的重要啊。佛陀是要我们去实践他的法，而不是要我们去研究他的理呀。有兴趣研究佛理，不能说不好或不对，但闻跟思之后就要修。这个修就是实践的意思啦，修炼就实践嘛，也就是要从闻思修，才能返回本道，向正道去汇合嘛，这样才能与佛法相应，才能跟所念的经文相应，而得到受用。这个就是博闻爱道，道必难会的道理啦。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果熟自堕，福熟自度，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